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任国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啃大屌。我有一句名言叫做沾锅必倒霉，是吧？那个郭文贵身边的人看着吧，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好吧，咱们说到这个郭文贵啊，被美国法庭判了30年，可是呢，沾锅的是真的必倒霉呀。美国白宫的美女发言人也倒霉了。川普的美女发言人因为发表赞扬骗子的文章而获得了报酬，就是有美国的媒体开始挖掘了，说白宫的现任的这个发言人当时呢拿了郭文贵的钱吹捧郭文贵，他呢拿了蚂蚁帮给他的钱发表了4篇文章，而这4篇文章都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郭文贵的蚂蚁们给他公稿，他登出来的。他呢现在是丑闻缠身，他自己呢那个前2年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收了一些捐款，他没选上，这些捐款呢应该退还，这些捐款人呢要求他退还，现在呢他还有32万美元的捐款没有退还，这又传出来他收了郭文贵的钱很详细的报出来，他收了郭文贵的钱，替蚂蚁帮吹捧郭文贵，那个时候郭文贵已经被抓进去了，这是一个大丑闻嘛，再加上他自己的丑闻你说他缺钱吗？据说她丈夫的身家也有个几百万美元吧按说也不缺钱啊。白宫也受郭文贵的连累了哎呀，郭文贵的这张痔疮嘴呀谁沾谁倒霉呀。IBM 七哥是最有资格说的，是对我们最友好的。严格讲 IBM 就是沼泽地的核武器之一所以说你但凡了解了 IBM， 你就知道爆料革命会得到谁的支持。共产党清楚，共产党要不清楚就不会把 IBM 的总部盘古的龙头变成了龟头了。这件事情意义之重大，没有任何人深刻的了解就他每天都在发酵，说怀疑郭文贵，怀疑新中国联邦，怀疑爆料革命的人，你去看看盘古为什么龙头变成龟头，这一件事情就告诉了全世界最有力的力量，共产党最怕的人是我们，而这个龙头变龟头的核心就是 IBM， 大家去想想。所以今天量子农场到这儿的时候，文美这一句话你问到了核心中的核心。量子农场出身在一个最敏感得神助的地方，是美国的根基。我们量子农场经过了洗礼，就像当年老沃尔森一样，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洗礼，最后登上了人类的最高的圣坛。我听过无数个沼泽地人说过，他说如果世界的人类你在乎比尔盖茨，你不在乎沃尔森，那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科技和文明。他是投机取巧者，他是软件开发者，他是网上的页面的所谓的开发者，导向开发者，但是人类的文明是他们搞起来的，所以才有了通用。IBM 是改变了人类，包括医疗，我们每个人都在受 IBM 的恩泽。你可以没有网络，但你不能没有 IBM 的医疗， IBM 的所有的一切。我可以告诉大家，量子农场要记住量子俩字，量子和 IBM 将重新改写地球和宇宙的关系，全球一体化，人和宇宙之间完全不一样，改变距离将从 IBM 开始，而且不会像科学家所预言的10年20年，我估计3年到5年的时间。这个龟孙这个嘴啊，当年呢我形容他就是有那种话唠谎言痞的精神病。这个孙子脑子里边有一个特殊的结构，他一吹牛逼就分泌多巴胺，我把它命名为吹牛逼反射弧。他坐在那儿他就像那个坏了的抽水马桶一样，你不用拉他，他就哗哗的往外喷水。他坐那儿不重样的，他能给你连喷24小时，这就是完全都是精神病的那种极致的表现。其实呢，骗子是最看不起骗子的。这个郭文贵呢，对于他身边的这些人是这么说的：
我相信这战友在看直播啊，说七哥就领着一帮穿活裆裤的人在闯江湖。还有人给我发信息说，七哥看到这些战友跟你在一起，他说我认识几十年前的你，你还不如回到山东莘县古城卖包子去呢。他说那些人都比你的战友素质强，他说你的战友连个人话都说不清楚。郭文贵是通过智商逆淘汰把这些精神病弱智的蚂蚁聚集到一块儿的。你想想，有正常人吗？郭文贵知道他身边要不就是傻子，要不就是小骗子，他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说这帮战友们连个人话都说不清楚。他要是能把这个人话说清楚，智力正常，他也不会信你郭文贵了。郭文贵现在呢，这个留下的这个案子还在一件一件的推进，在世界各国电信诈骗都是个重罪。就是韩国的原来的那个母蚂蚁叫哈恩的，现在呢被韩国警方起诉，他也醒悟了。他说七哥玩的高啊，王艳平案的判决书就是给各国农场主的定罪同谋的规范，七哥的判决书就是给各国农场主盖棺定论。接下来准备头七吧，给新老联盟的各国农场主上坟吧，一个也跑不了。每个农场主的坟头都得烧几张，一个也跑不了。七哥曾经说过，只要你在爆料革命中想赚钱，赚到钱的一个也跑不了。谁兜里干净不干净，手脏不脏啊？农场主心里清楚啊。哈哈哈，就是这些人，只要是七哥定了罪了，那他们全都是诈骗的从犯，各国的法庭会一个一个的起诉，全都得倾家荡产，吊儿郎当入狱啊！这帮傻蚂蚁啊，现在还在幻想呢，说川普要赦免七哥了。It's going to save them a lot of money, and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themselves. Please. Mr. President, this is a presidential memo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 presidential memo supporting the freedom to fix. Americans have the freedom to fix their vehicle. President Trump insists upon it. We are not going to be going after people who are fixing their own vehicle like past administrations have. Additionally, we've been concerned,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concerned about aftermarket parts, cheap knockoff aftermarket parts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harming small businesses, harming Americans. This presidential memo puts an end to it. Also, the only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for these aftermarket parts, it's CARB in California, a process that's backlogged and faulty. So we're going to break that monopoly, and no longer will CARB be the only third-party certifier for these aftermarket parts. Again, President Trump is insisting on fixing it. This presidential memo does that. President Trump was calling me up on a Saturday night when this idea first came to his head, and he says he wants to do a press conference right away to get this over the top. In February 2nd, we signed a right to repair for our farmers so that they can repair their tractors and their non-road equipment, and this is covering everyone else. I mean, think about it. It came to my attention because I noticed they were arresting people for fixing their car. They were arresting people for fixing it. That's not even believable. Anyway, so it's right to fix, and I think it's really common sense. If somebody wants to fix, some of these people are better mechanics than the mechanics in the shop. They're telling the mechanic in the shop how to fix their car with it.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帮傻蚂蚁们说，川普赦免了6个因为修自己的车而违反了所谓的那个州条例、环保条例的人，被逮捕了。这个傻蚂蚁就说啊，七哥的司法的迫害啊，也有希望得到纠正和追责，跟那儿有什么关系啊？那就是美国的这些白左州的这些极左的法律，说你自己修自己的车弄的什么机油洒了吧，你自己跟那儿修理污染环境吧，啊，这些白左的法律跟七哥的这个电信诈骗，这有啥关系啊？郭文贵的30年无期徒刑算是无期吧，对吧？对于骗子的震慑是非常大的。比如说郭文贵的师弟啊，翟山鹰也跟郭文贵一样
啊，也是这个痔疮嘴，天天吹牛逼，然后呢割韭菜，他也怕了，他竟然说他遭到了暗杀。中共能干的只能让什么王菊花、王继洲这些大外宣给我泼脏水啊，或者底下试图暗杀我。那这次我有经历了，下次有机会跟大家讲啊。这就是一个微型的郭文贵，他比老郭差的10万8千里，但是嘴呢依旧跟老郭一样，全都是痔疮嘴的风格，张嘴就喷。王志安勉强可以说是个大外宣，王志安反共不彻底，就是彻底不反共。但是在加拿大，现在那个牙缝老王啊，那牙缝咧的跟那个是他媳妇那两腿之间一样，那个货，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反共的那么一个家伙呀。他也是大外宣是吗？所以说骗子和骗子啊，虽然段位不同，但是本质是相同的。有人说，浩哥呀，你什么时候把这个货给说进去啊？这就快了。我给大家铁嘴直断吧，骗子的下场一定都和郭文贵一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